当暴雪突然席卷了中国利亚林区时，克鲁知道他现在要尽快的找到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，而眼前出现的神秘小屋让他又看到了生存下去的希望。我猜此时你手机电量在55%附近徘徊，还没躺下的请吱个声。接下来再把右脚搭在左脚上，跟我一起走进今天的睡前小故事。当雪里面掺杂着碎冰，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信号。而眼前出现的石头小屋，让克鲁又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。他知道气温在迅速下降。目前看来，这里面应该是很久没有人来过了。克鲁走了进去，他发现这里竟然有一个石头的壁炉，但是小屋里面感觉比外面还要冷，木板都被冻在了铁皮上面了。他先把背包拿了进去。这个小屋虽然比外面冷，但好在可以遮挡能吹透衣服的刺骨寒风。克鲁把防潮垫铺在了木板上面，今晚的豪华大床就做好了。当他关上门的时候，没想到门后面竟然还有惊喜。他发现一块玻璃藏在了这里。他在观察玻璃的时候，发现房后面有一处巨大的漏风处。克鲁当即决定利用这块玻璃把最大的漏风处遮挡上。他从床底下把木板拿了出来，他要利用这些木板做出来一个玻璃框架，然后把这个框架严丝合缝地放在刚才的漏风处。也正是因为这个决定，让他第二天看到了他人生中最美丽的雪景。外面的雪里掺杂着碎冰，克鲁断定今夜一定会非常寒冷，可能要达到零下20度了。现在的雪越来越大，他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火生起来。如果小屋把壁炉点燃，只要柴火充足，这个小屋里面一定会非常暖和。当壁炉点燃之后，克鲁就关上了门。这种石头的壁炉升温比较慢，但是温度上来之后，屋内就会非常温暖。现在外面的雪已经到达了暴雪的程度，并且还伴随着6级左右的寒风。大门在抵挡着风雪，壁炉也在迅速的升温。看着外面的天气，克鲁认为自己很幸运，能发现这样一个小屋。他在壁炉前把手脚烤暖，让身体的血液循环起来。现在小屋里的气温已经在慢慢的上升。克鲁从门口拿着铁桶走了出去，他在门口外的10米处装了一桶雪，拿回了屋内。进屋之后，他就能感觉到屋内和外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温差，小屋很快就会变得温暖起来。他把铁桶放在了壁炉上面，高温的壁炉碰到装满雪的铁桶，形成了大量的水蒸气。当雪变得不是特别松散的时候，接下来的操作绝对是教科书级别的野外生存技能。他把桶里面的雪全部塞进了门口的漏风处，然后他又来到外面，用同样的操作把岩石的漏风处全部用雪填充，这样能有效地隔绝外面的冷空气进入。门口最大的缝隙用布遮挡，可别小看这一块布，只要风吹不进来，小屋内的壁炉就能给它提供最大的热能。也正是因为他现在的操作，让晚上寒流降临的时候，他的小屋内却能温暖舒适。他擦干净了豪华大床，屋内的温度也在迅速上升。虽然外面狂风暴雪，但是小屋内已经非常暖和。他脱下了外套和帽子，坐在了床上，开始准备今天的雪中大餐。现在壁炉把烟囱烧得通红，壁炉和烟囱散发的热量让整个小屋都充满了温暖干燥的气息。克鲁把鸡腿上面放上一些橄榄油，然后放了一点黑胡椒在上面抓匀。简单的调味才能体现出食物最本真的味道。鸡腿被铁丝穿在一起之后，就放进了炉子里面，开始高温熏烤。串肉的铁丝在盖子上面再压上一块巨石。鸡腿在高温的炭火上面被烤制的滋滋冒油，散发着让人不能抗拒的香味。现在外面的雪停了，但此时外面非常寒冷。时间已到，克鲁打开了炉子，把鸡腿拿了出来。鸡腿已经被烤得外焦里嫩，黑胡椒炭烤的味道飘散了出来。克鲁已经顾不上烫手的铁丝，直接把鸡腿拿了下来。当鸡腿入口之后，酥脆的外皮下面还有很多汁水。饭后他喝了一杯热水，现在的热水也没有了热气，说明现在的屋内至少达到了20度以上。过高的温度也让屋顶的雪在慢慢的融化。感觉到热量上升的克鲁走出了门外。此时外面的空气特别清新，外面还是太冷了，他赶紧回到了屋内，准备要睡觉了。